悠悠是2个孩子的妈妈，同时她还是一辆餐车的老板娘。她的餐车卖的是一种中国特有的街边小吃——炸串。这种小吃是很多人童年的记忆。那么悠悠是如何在照顾2个孩子的同时，还能兼顾餐车这项事业呢？今天我们就跟悠悠和她的家人一起来体验炸串餐车的创业故事。悠悠一家居住在加拿大温哥华，今天又是他出摊的日子。由于是周日，孩子们没有地方可以去，悠悠决定带上2个小家伙一起出门。这位是悠悠的丈夫 Kyle， 他经营着一家食材加工厂。每次出摊时 ，Kyle 都会帮悠悠把餐车开到营业地点，然后再去上班。有一天，就我儿子跟我讲说：“妈妈，为什么我们买什么东西都要问爸爸可不可以？你没有钱吗？”然后，一辈子要强的女人，就是所有东西都是靠自己的人，突然被他这样一问，我就好想有自己的事业。主要还是我老婆吧，她很坚定，她特别坚定。那我就说，好，那我就支持你。然后后来就觉得开油锅这个事情是所有人都不想要自己去弄，就这样选的炸串这个品类，就想要在儿子面前觉得自己也可以了，妈妈可以买东西不用问爸爸。一般鸡肉串都会用鸡松肉啊，很好弄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吃起来柴柴的。对。我用的肉是那个鸡上腿的肉，肉质比较好。对，但是我会发现有鲜很多的，就是加了那个花椒油。花椒油。对。这给观众的独门秘方。我是不会加那些乱七八糟的。对。因为我就有一个客户说的很好笑的，就是他先来了看了一遍，就是说你的东西有给你的孩子吃，你的孩子有一直在旁边吃，我就觉得很安全。悠悠家的餐车主要经营的是中国北方传统的街头小吃炸串。这种小吃起源于北方，后来逐渐在全国流行。现如今，悠悠更是把这份美味带到了加拿大。炸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、80年代，当时的摊位多设在人流密集的学校和工厂附近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如今，在悠悠的餐车上，连外国人也能品尝到这道经典的中国小吃。开心的就是有很多回头客，会让我觉得有那种成就感。就是回头客到什么程度，就是可以1个礼拜，只要我开它就来，就是任何时候，而且无论我去到哪里，它都追随的那种感觉，就真的得到被认可那种感觉，真的是能抵消所有事情。有没有很呛？看着就饿。有没有很呛那个醋的味道？对。评价特别好，然后又是我们记忆中的味道。因为炸串嘛，小时候都在学校前面都吃过，就是感觉是小时候的味道。我觉得特别是鸡肉和羊肉特别好吃。然后有那个肉本身的味道，但是同时调味也调得非常好。在加拿大，街边摆摊是有严格规定的，必须通过相关部门的审核，并获得餐车牌照，才能在政府指定的地点经营。今天，悠悠一家选择的摆摊地点是温哥华高桂林的 Lions Park， 这里是政府批准的摊位区域。所有的调料都是他自己调。你包括这种，其实这个你也可以自己去买，但是肯定就会差一点东西。我就怕里面有加东西。对吧？现在的东西，味精啊，你不知道它加了什么。
这个 freezer house 没有什么 secret sauce 这一说，人家不管的，你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组成的，你要写出来给我的。那你觉得说，你说我这个辣酱是 secret sauce，人家理你吗？人不理你的。哦，你必须要让他知道。对，他要知道你的 ingredient 啊，什么都要知道。后厨到底这边谁主事？哎，他主事。我是那个吉祥物。吉祥物。那这个就100%支持，100%支持。这个对老婆来讲一定要支持，老婆开心了才能开心，不管赚再多钱没有用，真的。好香啊！哦，鸡皮。这个就很像小时候在门口吃炸串的感觉。不好的事情就是，吃饭没有规律的时间，就是很容易胖。喝水喝少了，因为我自己有点固痰的时候就不能上厕所，就不想把汤丢掉，老去上厕所，所以喝水就变得喝得少，然后白头发也多了，就1年之内就顶上面全是那种感觉。你会操劳啊，然后还有熬夜，有时候要把他们弄完了，我才能回车里面干活。他们最少9点半才睡觉啊。那我白天已经就是先把肉切好、腌好，全部放冰箱，然后到晚上才开始串。看我搭把手的话，就是大概12点之前能结束。因为他也要忙他的，他也要画图啊、报价啊这些东西的话，没办法帮我了，然后就自己弄。2点也有试过。看他在那里的时候，看到自己赚到，真的好像就别人说的第1桶金的那种感觉，就是那时候就很自豪了。就那天我就真的回去，我就跟我儿子说，妈妈今天可以带你去迪士尼了。就是因为他班上所有小孩都已经去过了，他还没去过，所以我就也会很想要带他们出去嘛。然后今天除了忙以外，也就是钱不多，钱全部都拿来弄这个车，所以我就回家第一时间我就跟他说，今天妈妈可以带你去迪士尼。但结果换来的是，他说妈妈还是不去了。他跟我说，他说你赚钱太辛苦了，我可以不去的。这个事情是真的让我就觉得，做这个事情，我有瞬间觉得我的孩子就长大了。就以前出门还要帮他穿鞋的那个小不点，现在出门自己这样子套就进去了。就以前怎么教都不会，他就觉得你在旁边就依赖你。现在你忙起来了，他知道，他自己也看到，就好像就别人说的好有灵性的那种感觉，就突然就都长大了2个人。垫脚都够不着，现在就上去了。哦，长得这么好快啊！长得好快啊！那一开始他对钱也没有太大的概念，现在他知道赚钱很辛苦了。每次你想买一个玩具100、200的，他觉得说，哎，你用你的 credit card 就好了。现在你如果你要用自己的钱去买的话，他就说，哎呀，这个好贵啊。So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your mom operating this food truck? Pretty good. Yeah? I get like $100 per day almost. Really? 2 times I got 200. Are you proud of your mom? Yeah. It took 4 years for her to do this. 也是大的变化，很大的变化，对我来说是得意的。就是说，哎，对孩子还是比较有亏欠，因为陪的时间比较少。那你像 summer break 的时候，妹妹可以上 daycare， 但是哥哥是没有学校去的，那他就得跟我老婆一起出摊。
临近晚餐的时间，悠悠的忙碌还在继续。下班后的奶奶来把孩子们接回家了。饼已经硬了。老板的午餐，不错，晚餐了已经。加拿大的妈妈都不容易，很多都是双职工家庭，妈妈既要兼顾接送，也要做饭，兼顾真的很难。如果家里人不帮你的话，是不可能完成的。今天收摊了吗？收单了，准备收了。满意吗？今天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嗯，不要不要。老板娘满不满意？我通常都是满意的那一个，然后还有好多人特意来，就真的很知足。可以，对那就收摊了。收摊。好。一个陌生人，然后他吃完就好吃，下次还来，那种就是不一样的成就，就是非常的认可了。众口难调这个事情，就所有干餐饮的人应该都知道，但是你一个人这样子说，两个人这样子说，就是有老外，有南方的，有北方的，你就会发现，哇，这真的，我有被认可，就真的说你做的东西好吃耶，就是那种感觉，是能抵消所有的辛苦。为了指挥后车这个事情，就都打起来了。哎，以前吵架，你这么倒那么倒，我说你行你来。它这个东西倒起来是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，对。反方向啊！你想让它屁股扭哪，它不是立竿见影的，马上会动。你要有一个力的扭。对。不用指，每次回到家后，悠悠的第一件事就是安抚孩子们入睡。等孩子们休息后，他也会回到厨房继续忙碌，为第二天的食材做准备。而 Kyle 则负责清理餐车的内部环境，确保餐车始终干净整洁。明日再战，加油！好，拜拜。多谢，拜拜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如果你喜欢类似的视频，欢迎点赞关注我的频道。那么我们下期见吧。